君上一把抓住从墙上摔落下来的妃子，放开我！放开我！再不放开，我叫人了！可当君上看到被毁的丑妃又变成了美人，竟情不自禁的一把将丑妃按在了墙上，吻向了她。结果俩人刚接触在一起，丑妃脖子上的玉石竟发出了光芒。为什么每次跟他有肌肤之亲，血液就会有反应？为了验证自己穿越是否与自己脖子上的玉石有关，于是丑妃便主动上前吻向了君上。本想再试一下脖子上的玉石，谁知他的主动却吓得君上将手中的佩剑掉落在了地上。而这一幕把身后的管事公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怎么这次没反应啊？殊不知让玉石有反应的并不是君上，而是君上手中上的那把剑。原来他本是18年前血域族唯一存活下来的后代，母亲为了保护他的性命，用法力将篮子里的玩偶复制成了女儿的模样，并在玩偶的脸上留下了一个胎记。随后用尽全力将女儿送往了别处后，自己则带领族人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结果18年后，带有胎记的人偶替身却意外成了义齐王的丑妃，而米七七则被巫族的掌门救了下来，并将米七七培养成了巫族的圣女。这让三生花很是嫉妒，于是便偷偷练习了黑巫术，夺得了掌门之位。而师父为了保护血域族唯一的血脉，最终牺牲自己将米七七送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丑妃因无意中在月圆之夜撞见君上中了狼毒，为了保住秘密将他推下水，刚好被穿越过来的七七附体。君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丑妃不仅死而复生，还恢复心智和容貌。君上为了狼毒的事不被发现，故意当众跟他秀恩爱，还在光天化日下狂吻丑妃，因此也得到了心机王妃的嫉妒。转天本该林王妃侍寝，君上却故意推开她，这也让林王妃彻底崩溃。而君上跌跌撞撞来到了丑妃的住处，进来后看着丑妃满屋子的烛光，映衬着丑妃美丽可爱的脸庞，还在烛光下翩翩起舞。君上过去看着美丽丑妃，二人也在两情相悦下深情一吻。丑妃晚上还跟君上打情骂俏，君上也死死地盯着娇妻，可转天君上就中毒卧床不起。而毒的君上恩宠的丑妃也成了后妃集体攻击的对象，林王妃还要搜丑妃的屋子，而君上也早就派人在房里放了毒药，人赃并获。丑妃百口莫辩，本就痛恨丑妃的林王妃不仅把丑妃吊起来鞭打，还不停打碎脚下的冰块。转天遍体鳞伤的丑妃又被扔进冷宫，被一群疯子群殴。在林王妃的交代下，丑妃不仅被扔进牛棚住，还被一群嬷嬷压住，往她手上滴蜡油。看到疼晕的丑妃，容嬷嬷还把她按进水池让她清醒。几经折腾，丑妃晕了过去，嬷嬷却把她扔在大雨里。可苏醒后的丑妃却一心想要去跟君上解释。转天，丑妃换上太监的衣服，偷偷逃了出去。到了君上门口，却听到君上跟自己贴身宫女谈论陷害自己的事。此时的丑妃才明白，自己接连被害，还受尽折磨，都是君上的算计。丑妃失魂落魄地走在大雨里，回想着每次被害、受尽苦楚、险些丧命的场景。想要杀我，你直接杀我便是。为什么做那么多事情还让我爱上你？转眼偷跑的丑妃就被嬷嬷抓了回来，为了惩罚她，竟拿鞭子勒住脖子。心灰意冷的丑妃也放弃抵抗，一心求死，想要成全君上。就在此时，君上及时赶来救下丑妃。就当君上抱起关心她时，丑妃却拿剑对准君上。为了向他赎罪，君上故意上前被剑刺伤。看着受伤的君上，丑妃又心软，随后拿起剑决定自刎成全他。为了让他平静，君上只好先离开。出门还狠狠地惩罚了欺负他的恶奴，转天还大张旗鼓接他出冷宫。可就当他上轿时，君上却在里面，还花式秀恩爱祈求原谅，可依旧难解丑妃心头之气。不仅紧闭房门，就连君上召见也被丑妃通通拒之门外。转天君上本想跟丑妃偶遇，却无意间看到他跟弟弟在一起，二人还举止亲密。君上醋意大发，弟弟还故意握住丑妃。看到二人牵手的君上，上去就把弟弟打倒在地，还说弟弟觊觎王嫂。周庆林，你该死！你动手啊！见俩人闹得越来越僵，王后却趁机假装中毒嫁祸给丑妃，趁机让下人将毒虫放入了丑妃的房内。本想利用自己中毒一事栽赃给丑妃，将她赶出王宫，不曾想却被躲在暗处的丑清丽早就识破了他的阴谋。最终王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君上贬为了庶民赶回到了娘家。见自己的女儿被君上赶回到了家，为了不给整个家族丢了脸面，林将军只好厚着脸皮亲自将林千丝又送回到了宫里。结果路上却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众人打斗中被躲在暗处的寻找米七七的三生花目睹了这一切，得知林千丝是吕敖的妃子，便想利用自己的巫力趁机使出，与林千丝纷纷坠入了悬崖。等人找到他们时，三生花早已易容成了王后的容貌，顺利代替王后的身份跟随林将军进入了宫中。而君上深知自己自封王以来，太妃一直对他的王位蠢蠢欲动，为了拉拢林氏一族，君上也只好将林千丝降位了妃位，将她接回到了宫中。殊不知坐在轿内的林王妃乃是巫族的三生花易容成的，目的就是接近君上，除掉穿越过来的丑妃。而失去巫力的丑妃根本没看出现在的林王妃乃是自己的师姐三生花所变，为了报复曾陷害自己的王后，端起一桶冰水直接泼到了她的头上，结果却被恼羞成怒的三生花一把将她拽入了浴池里，把君上吓得连忙把丑妃抱了起来。
没事吧？你去关心你的灵妃去吧，我淹死都跟你没关系。为了试探一下丑妃是否就是自己要找的师妹，于是三生花便故意邀众嫔妃一同游湖，本想趁机除掉丑妃，谁知却被君上及时赶来救下了她。正当丑妃以为君上被淹死时，君上却突然从水中跃起，吻向了丑妃，把一旁的众嫔妃气得咬牙切齿。大家都看着，估计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看见。他到底想对我干什么？是一边要杀我，一边讨好我，一边约着别的女人，一边又哄着我。三生花这才得知和他一起穿越过来的师妹早已失去了法力，看来你的巫力真的消失了。随后便易容成公公的武力，将丑妃引到了冰窖，他要让自己师妹活活的冻死在里。眼看丑妃危在旦夕，失去了知觉，发现端倪的君上便命看守之人打开了冰室。不料君上刚进去，易容成公公的三生花竟也将君上锁在了冰室之内。为了救出自己的主人，阿恒强忍着疼痛，拼尽最后一口力气，终于打开了冰室的锁。等君上抱丑妃出来时，阿恒早已没了气息，这让丑妃十分的内疚，认为都是因为自己才害得阿恒失了性命，决定要亲自查出陷害他的凶手。却在搜查中在湖边发现了凶手的尸体，而凶手的尸体上却没有打斗的伤痕，便和魏巡一起亲自带人搜查了灵妃的寝殿。结果等丑妃走进灵妃房内，却并没有发现灵妃右腿上有伤，也只能败兴而归。殊不知三生花早已提前让一名侍女藏在自己的被子中，假借她的腿逃过了这一劫，甚至为了不让婢女泄露自己的身份，亲手掐死了她。随后主动找到了野心的太妃，当着太妃的面亲自摘下自己的人皮面具，太妃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自从你回府之后，行事尤为狠辣，原来你根本就不是林千丝。在降巫族现任掌门三生花，为了让太妃和纪王与自己合作，并承诺太妃要在明日的盛宴之上让王上献出狼血，辅佐太妃的儿子纪王登基，目的就是要趁丑妃没有恢复法力之前除掉他。可一直爱慕丑妃的纪王并没有多想，以为自己登上王位后就能得到丑清理，便答应了三生花的要求。就在君上册封丑清理为王后的这天，三生花就趁机假扮成了君上的样子，使用巫术把米七七变成了白发妖。就在众人要杀了丑妃时，狼毒发作的君上及时赶来护住他。君上公然伤害百官，这不是你们正想看到的吗？原来就在刚刚，三生花见时机成熟，又趁机假扮成了丑妃的样子，给君上送上一碗有狼毒的白粥。结果等君上刚喝下不久，便身体不适，狼毒发作了起来。可为了保护自己的妃子，君上仍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前救下了丑妃。面对满头白发的丑清理，君上这才意识到眼前之人并不是他之前的那个丑妃。看着倒在自己怀里的君上，即使纪王怎么讨好他，米七七仍是不舍得将君上放开。他已经死了，太活着，活着。本王即将继承爵位，能给你更加高贵的身份，只要你点头。就在纪王命人将他们分开时，悲痛欲绝的米七七瞬间爆发，带君上消失在了众人面前。而这撕心裂肺的一幕正好被君上的贴身侍卫魏巡目睹一切。为了帮君上和丑妃洗刷冤屈，争取时间，魏巡只好假装投靠太妃，将君上身边的管事公公关入了大牢。而米七七只好每天用自己的血为君上治伤解毒，因为他知道只有他体内的血才可以治愈君上的狼毒。可就在丑妃为君上出去找吃的时，却如同过街老鼠一般被人当成了怪物，不断的打骂他。眼看男人要对米七七动手，还好被苏醒过来的君上及时就走了他，带他逃到了一间破屋子里。结果俩人刚逃进里面，一阵奇幻的力量瞬间涌入了米七七的体内。我的巫力感应到米七七没死还恢复法力的三生花瞬间打翻了杯子。米七七，就在纪王身穿龙袍走进大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登基时，君上却带领魏巡打入了王宫。君上在此，还不拜见？吓得众大臣纷纷跪倒行礼。可君上并不想杀了纪王，只要让他低个头认个错。你以为我稀罕你的爵位吗？一直以来你什么都有，而我呢，我只要清理，但是到最后我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随后拿起长剑直接自刎在了众人跟前。看着丑清理曾经给自己缝制的娃娃，脑子里全是俩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纪王在回忆中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而太妃见自己的儿子死了，最后也悲伤过度的彻底疯了。眼看三生花要逃走，还好被恢复法力的米七七及时拦下了他。没想到你还能恢复巫力，跟我回巫族接受处置吧。谁要跟你回那个麻雀大的海岛？米七七，今天我就叫你下去陪师傅。为了不让三生花再祸害人间，米七七只好先行一步夺走了血玉，用法力将血玉给摧毁成了碎片。气得三生花拿出饮血剑就要杀了所有人，结果俩人打斗中，三生花因使用黑巫力导致被饮血剑吞噬，面目瞬间扭曲了起来。
最后三生花被米血剑吞噬在了里面，因此米七七也被打成了重伤。而君上为了不让米七七离开一起，在米七七养伤时，将王宫里的妃子全遣散出了王宫，并重新给米七七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